那段时间呢，古力他就一直在猜这个李世石会下在哪。他说这个地方啊，摆来摆去啊，好像有庙位，但是呢，就是下不出来。这一盘棋呢是人机大战的第4局。那在前面3局棋呢 ，AlphaGo 已经以3-0赢了李世石。那因为这是一个5盘棋的较量，不管双方的输赢如何呢，按照规定是要把5盘棋全部下完了。所以呢，第3局的败北呢，意味着人类在这一次的对决当中呢，已经不可能获胜了。那据说呢，李世石在这次的比赛中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尤其第3局的时候呢，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背水一战。那但是呢，他输的结果呢是非常非常的惨烈啊。但是也因为输了这盘棋呢，他第4盘棋呢就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心情来下，就显得放松许多。那这一局棋呢，也是李世石唯一的一局胜局，甚至你可以说它是人类对 AlphaGo 的唯一一场胜局。所以这一局呢，我们来看看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那走到这个地方呢，其实跟第2局棋是一样的，但是当时呢，李世石选择的是这个位置的一间跳，然后呢 ，AlphaGo 选择了中国流。好，那如果你没有看这一盘棋呢，你可以去我的频道，前面我有讲一局 AlphaGo 围棋的中国流，你可以去看一下那盘棋，它黑棋怎么下。那这盘棋呢，李世石建在这里 ，AlphaGo 就没有选择上一次的中国流，他选择比较一般的这个定时下法，然后李世石反挂这里。好，那这样子的布局呢，就跟上一次有点不太一样。上次呢，黑棋在上面形成中国流，而且效率很高嘛。那这一盘棋呢，李世石强调这个地方的严厉性，然后呢 ，AlphaGo 理了以后呢，他再来打散黑棋的阵地。好，所以呢，感觉起来像是李世石准备过的一个套路。然后这里选择一个反夹，这个也是一个人的一种构想哈。但是这个局部其实是吃亏的哈，黑棋连续下2步棋呢，把这个制住，上边的效率呢还是很接近中国流。但是白棋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你看它连续布了2个子在左边，然后呢，按照实战的下法呢，白棋跳下来。好，所以左边呢，虽然说白棋显得比较空虚一点，但是它的规模是比较广的。那黑棋呢，它的效率是比较扎实，但是呢，它的速度就稍微慢一点。你看它走了1个子、2个子、3个子，然后在这个8路宽的位置呢，走了3个子。那白棋呢，这里走了13路宽一样是走3个子，但是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空虚一点。好，然后黑棋很扎实的立在这里，好，这个也是电脑围棋的布局观跟人类有一些差异。我以前在学棋的时候，像这种棋型呢，我们可能考虑会在这个方向递脚。那但是现在已经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了，就是跟电脑对战以后发现，电脑下棋是非常非常重视实际结果的。所以像这种看起来很开展的形状呢，如果被破掉的时候呢，往往效率没有想象中高。所以呢，现在也慢慢能够理解，像这样子比较重视实控的下法，然后白棋拆在这里，好，然后黑棋碰这个。好，那这一步棋呢，其实呢，按照李世石他当时实战的表情了，他应该是觉得那这个电脑又要出什么怪招了，因为前面3盘棋呢，电脑已经不止一次让大家很惊讶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过去认为它是一部解消味道的一部二手嘛，但是现在大家没有人敢低估 AlphaGo 的构想所以呢，李世石在这想了很久，但想来想去，他觉得这个还是必须得反击。虽然说很怕黑棋会出什么怪招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们过去的认知就是还是比较正常，就是如果打，那黑棋搬这一个，白人黏住，那这样子黑棋这3个子呢，得到一定程度的先手加强以后呢，他就可能会抢占大场，也有可能会进而处理这3个好，那
实战当中呢，李世石选择这一反击，然后黑棋的调子呢，哇，真的是很诡异啊！因为正常来说，李世石在搬这个地方一定是想说，那这个黑棋这里可能会从这里冲过来，可能从这里冲下来，可能从这里断掉啊，这个才比较合乎局部的棋形嘛。结果没想到呢，他又突然这个前门先放火，然后又从后门溜走，看起来很调皮啊。那这个李世石他很无奈哈，就是呢想一想，然后最后把这里报答住哈。那这个地方的交换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就是看起来好像是白棋的这个局部自己补了一手，但是黑棋有这一步棋的交换啊，其实白棋是非常扎实的。那这个地方到底白棋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局部啊，这个局部白棋除了这个打入以外呢，还有可能从这边打进来，这是一个很实战的下法啊。黑的打，白的搬，黑的搬，白的长，黑的粘以后，现在这两个地方呢都有度过，这个黑棋呢就被捞起来了。那当然这也不是说是一个非补不可的地方，但是呢白棋这块加强以后呢，这个地方的破空手段呢就会对黑棋有一定程度的杀伤力哈。所以这步棋虽然慢归慢哈，但是它还是一个本手。但是从全局来看呢，AlphaGo似乎认为啊，就是这个全局的速度呢，黑棋是好的，它就贴下来然后搬啊。那这个搬呢是有点藐视对手啊，就是事实上周围白棋人是很多的啊，这个地方白棋有很大的可能性会直接断掉。但是呢，我后来看了一个李世石的访谈呢，他说他在跟 AlphaGo 下之前，原本在想说呢，根据以前的经验，就是西洋棋的经验，电脑强是强在哪里呢？强是强在计算。那对于那种比较空旷、比较虚幻的地方呢，电脑比较弱。所以原本李世石以为电脑的弱项呢是布局，然后呢它的中盘战斗力会特别强。但是呢，经过前面3盘棋呢，他自己的实验跟测试呢，他突然意识到一点，就是呢，电脑的布局是超级厉害的，大局观非常好。所以呢，他是一个调整很快的一个棋手，他就想，既然他的布局比想象中强，那我就自我要求，我不能在布局阶段呢下出胜负手，或者呢过于激动的手段，我一定要把战线拉长，看看电脑呢在中盘的地方呢会不会有弱点。好，所以呢，李世石虽然说他的棋风是非常锐利，而且呢是勇于奋战的，但是呢，他在续盘阶段面对 AlphaGo 这种挑衅呢，他一改作风，虽然痛苦，可是他忍住了，他搬在这里，他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呢跟黑棋进行很激烈的作战，所以他忍住了。然后黑棋呢得理不饶人，继续搬过来，哇，这个就是这样子，你呢退让一步呢，对方就得寸进尺，一直在你的脸面前呢继续的挑衅。好，那李世石呢忍了一步，再忍第二步，黑棋再压过来，哇，完全无视这个断点。然后呢，李世石自己蹲下去了，这真的是非常屈辱。事实上呢，这几步棋呢，虽然从战术上面呢，李世石是想要忍让，但是呢，从实际的胜率来说呢，这个地方的委曲求全呢，已经让黑棋的胜率一直飙高了。好，黑棋补这个段，然后白棋搬一个长，黑棋就贴住。好，走到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一下，白棋虽然这个地方呢下得很厚，可是黑棋现在这个地方呢，跟自己上面的阵势连成一片。如果这个地方是外势的话，基本上这一个白棋的坚持呢，它的效果就非常有限。刚刚说的这些手段呢，会随着周围黑棋外势的增强呢，显得越来越没有价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感觉出来这一块白棋的效率，还有这个地方呢白棋补一手的效率啊，没有办法跟黑棋这个这么气势恢宏的外势相匹敌啊。所以李世石呢，现在当务之急一定要破上面的空，碰了进来。好，这个也是一个常用的手段。好，那这个地方这个基本定式，那这个碰呢，按照事后的一些数据显示啊，似乎呢白棋大方向应该在这里做活。那 AlphaGo 所摆出来的参考图是类似这样子，是这样，二路飞，然后黑棋会在这附近守一个。然后呢，白棋就在这附近这样做活啊，这个是实战当中这个
李世石没有下出来，但是电脑呢给出来的参考图是类似这样子的建议。好，那李世石走的比较轻灵一点，碰一个在飞，但是这整块棋呢其实看起来很薄弱。其实是这个样子，这种棋啊，如果是人跟人下呢，我们往往找不到焦点，事实上真的非常难找。这两个子，这个还有这个，其实好像每一个子都能死，只要不要全死就好。对于黑棋来说，黑棋要找到重点其实不太容易。好，没想到实战当中呢，阿巴狗给出答案了。既然呢焦点不明确呢，我就把这4个子当成一个整体我就从这里尖冲，哇，声东击西。这步棋呢，让我们想起了第2盘棋的37手尖冲这个黑棋在走大规模的棋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大气白的贴，黑的就直接在搬，哇，这个地方也能搬2个子搬3个子，好像不怎么合道理白的应该就直接断了吧？白棋又忍李世石这盘棋真的是忍的非常的多，然后黑棋呢继续拼过来。现在你可以发现呢，中央这4个子现在被黑棋这样子若有似无的这样切开来了。这2个子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最重要的这中央这4个子看起来越来越危险了。好，李世石忍了一下，然后这个地方的手顺呢打一下再搬这个是贴住这2个的一个好手顺。那刚好呢白棋这一排后势呢让黑棋没有办法争子，所以呢黑棋现在打一下以后呢，白的先手补断以后把这里跑出来然后黑棋呢就重视中央，把中央包住这4个子呢黑棋现在就看清，白棋长，黑棋先手教持把这里黏住。现在基本上呢黑棋已经呢在上方形成一个深谷一般的外势如果说这上边这4个子就这样子被鲸吞的话呢，黑棋是不可能跟白棋匹敌的但是呢现在这上边这8个子也非常危险如果被黑棋贴下来，一方面呢自己这几个棋子的气很多，另一方面呢这些白棋呢也非常的危险，所以这是一个形状的急锁，然后阿巴狗就直接飞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双方模样的天王山交界之处，如果就这样子一直围到从第1线围到第11线的话，一块空应该就可以抵白棋全部了。所以呢李世石在这里呢一定要有点作为了。实战当中呢从外面调了一下这是一个最后决战的地方了。阿巴狗稳稳的守在这里，然后李世石断，阿巴狗飞在这里，哇，把白棋全部切在里面了。如果白棋呢全死的话呢，本局就告终了。那这盘棋呢，我记得我有看直播，这个地方李世石的时间已经非常少了，这是一个双方基本时限大概2个小时的比赛，然后呢读秒是60秒，60秒其实是蛮长的，但是基本时限呢印象中李世石已经快要结束了。他在这个地方呢算了非常久就是以他最后的时间好像只剩10几分钟，他在这里花了大概快10分钟的时间做细算。那在这快10分钟的过程里面呢，我看了各大直播那特别精彩的就是古力因为古力跟李世石私底下的好朋友，他们2个是中韩的绝代双骄，是当时呢各自领军的2大高手，而且呢他们2个人是年纪相当。在阿巴狗跟李世石比赛之前呢，古里2个人还比了一个很怀旧的比赛，就是10番棋最终李世石获胜。但是呢他们2个人不管在风格上面还是在实力上面真的都是非常有可看性。那段时间呢古力他就一直在猜这个李世石会下在哪。他说这个地方摆来摆去好像有妙位，但是呢就是下不出来就是下不出来实战当中这个地方是长这个样子，搬一下摆一下这个地方是第77手，李世石在这里想了8分钟，然后最后把棋子下在这个著名的位置 L11 78手神之一挖。这个挖一下出来的当下，古力就说这步棋是神之一手那事实上呢李世石事后说这步棋呢是可以被防守的，但是呢他认为他已经忍了大半盘，这里是决胜负的地方，他认为这是唯一一步有可能乱中取胜的一个位置。
其他的地方呢，黑棋都可以轻易的化解。那以结果来说，AlphaGo 出现了盲点。盲点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跟人一样 ，AlphaGo 也是有它的直觉的，在它的直觉里面认为呢，白棋下在这里的几率连1/1000都不到。那它的演算的规则就是会先优先计算可能性高的。那一直在李世石下出来之前，他都一直没有意识到这步棋会给他带来麻烦。所以当李世石下的时候，他非常麻痹的就是按照过去的正常思维下，然后落子。如果是人跟人下看到这步棋，只要是你没有想到的棋，你一定会特别小心。尤其这个地方呢，一定是胜负交接之处，所以如果是人看到这个蛙，一定会很小心的。可是电脑它没有感情成为它的弱点，它没有意识到这步棋需要多想一点，它就很麻痹的走在了这个位置。然后白棋冲过来，黑棋挡来断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白棋生出了妙问。为什么呢？实战当中，黑棋在这个地方呢下一下以后呢，被白棋一扳，这个地方已经损了一屁股。原本这一块其实是可以跑出来的，现在把自己送进去了。那白棋这一扳，黑棋是没有办法挡的。如果黑棋不小心下在这个地方挡住的话，白棋可以利用这个叫吃，然后跑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扳的先手让这几个黑子是没有办法逃脱的。所以呢，我们就突然意识到，原来李世石的这个蛙是要让这个扳成为一个先手。那AlphaGo这里就完全乱了方寸了，这个局部已经没有棋可以下了，他就只好到处呢找先手，一边下先手，然后一边去计算全局。但是这些先手都是非常损的，虽然说白棋得硬，但是呢，黑棋每下一步棋呢就损一步棋。那这一步棋呢是最夸张的一步，我实在这个看直播的时候，我甚至以为这一步棋是妙手，我在想，已经完全怀疑人生到就是电脑不管下哪里，我都很担心它是个妙手。那后来才知道说是真的是电脑只要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就会跟小孩子一样到处呢乱损一通。你看这个地方就非常离谱了。最终呢，电脑在103手的时候呢，发现呢必须要稳定下来，但是胜率已经降到只剩下大约 30% 了。那其实一直到最后这盘棋黑棋盘面输的都没有很多。你看这个 AlphaGo 还是非常可怕的，损失这么惨重，依然呢这个局面只是小败而已。但是这盘棋已经没有变化了，所以最终呢虽然是小败的局面，黑棋还是无力回天。那在180手棋的时候呢， AlphaGo 看胜率已经低于 20%， 按照呢谷歌内部的设定，就让 AlphaGo 自己投降认输了。这也是人类史上人机大战最经典而且最重要的一局。